如果你想要培养一个好习惯，却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，导致无法顺利的养成好习惯，或者就算养成了习惯，但是每次完成的情况都不令人满意，那么我推荐你使用 SOP。SOP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每次执行习惯的难度，来让我们更加高效的培养好习惯。自己近几个月在培养习惯方面一直采用 SOP， 顺利的维持了一些生活习惯，例如每天24点之前睡觉，7点起床，早上进行记账，写晨间日记。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SOP 对习惯的培养功不可没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我专注于分享生活效率提升的知识，主要是通过阅读书籍，并将书籍内容沉淀为容易上手的操作流程。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可以收获知识，并切实的改善生活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么 SOP 究竟是什么呢？ SOP 是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的缩写，中文名称为标准作业程序。SOP 是为了解决某个明确问题的一系列操作流程，遵循该流程做事情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结果。听起来挺玄乎的。其实 SOP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，互联网时代我们学什么都很方便，想要学做菜也是，随便找个程序，想要搜索想要学的菜名，就会给到我们很多清晰的食谱，会告诉我们具体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，具体做饭的步骤，每个步骤要怎么做，基本上一步步做下来都可以取得很美味的结果。没错，食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OP 例子。为什么 SOP 可以帮助我们高效的执行好习惯呢？那我们要从习惯执行的过程来讲起。习惯的执行包含了4个步骤：触发习惯执行的线索，想要行动的动力，具体的行动，以及行动完成后的反馈。如果我们想要针对想要培养的好习惯设置明确的做事流程即 SOP， 那么我们每次行动的成本都会很低，使得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行动起来，这样好习惯自然而然的就坚持下来了，并且我们每次执行的习惯都可以保持同样的高质量。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习惯执行的过程和原理，可以查看我关于习惯执行过程介绍的这个视频哦。以早睡为例，早睡并不是简单的定个闹钟，到了时间我们就去睡觉。为了快速入睡，我们每个人可能积累了一些适合自己的小仪式。例如，我就喜欢睡前的时候拿热水泡个脚，泡完脚之后，身体的核心温度会下降，会很容易进入到睡眠状态。此外，我们一般早睡都是为了早起，因此我们的睡前流程可能也要包含一些起床后的准备工作。例如，我们想要提前订好空调，提前规划好第二天早起的计划，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等。要想实现早睡，要进行的步骤还真不少啊。我们难免会有所遗忘，因此，如果我们将睡前准备的流程都记录下来，每次都按照流程来做的话，那么我们想晚睡都难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睡前 SOP 是什么样子吧。这个 SOP 的内容主要来自书籍《精力管理》，自己践行了3年左右，帮助我每天可以高质量的快速入睡，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哦。看着步骤很多，其实具体执行下来10分钟绝对够了。现在睡前我是分了2个步骤进行的。收到提醒，我希望每天晚上11点30洗漱完毕，所以每天晚上的11点15和11点30，我都会收到进行睡前 SOP 的提醒。按照任务逐个执行，收到提醒之后，我就按照流程进行睡前准备，每执行完一项就打勾一项。当全部步骤执行完毕之后，整个任务也就处理完毕了。我也完成了睡前准备，就可以开始睡觉喽。上述 SOP 其实制作起来很简单，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制作。制作 SOP 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明确要解决的问题，接着明确问题处理的步骤，使得自己看到具体的步骤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啥。但是为了更好执行 SOP， 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滴答清单这个软件。滴答清单是一个免费好用的清单软件，在执行 SOP 方面有如下2个优点：可以将 SOP 设置为重复任务，并且支持很多重复场景的自定义；每个任务都可以方便的拆分为不同的步骤，
每个步骤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进行打勾，给到我们及时的反馈，让我们感觉到进步的力量，并且整个步骤执行完毕之后，整个任务也会自动的打勾完成掉哦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机端如何创建一个 SOP 吧。OK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演示，我分为4个步骤。首先，我们创建标题，睡前 SOP。接着，我们明确具体的一个步骤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简单一点，包含2个步骤，为了满足我们每天的7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，就每天要根据睡前的一个时间来调整闹钟时间。第2个，明确起床计划。OK， 第3个，我们将步骤调整为可以打勾的类型，点击这个。最后，我们来调整任务的提醒，点击这里。当前任务我希望每天晚上11点30来进行一个执行。提醒的话，我希望准时提醒一次，然后提前15分钟提醒一次。最后重复的话，我希望它每天都进行一个重复。OK， 这样一个睡前 SOP 我们就创建完成了。最后我分享一个 SOP 的使用心得。SOP 是需要持续维护的，我们需要根据每次做事的情况或者新吸收的知识来不断的更新 SOP。例如现在我所处的城市是冬天，每天晚上如果不穿秋衣睡觉的话，晚上可能会有点冷，所以前2天我自己就将穿秋衣这个事情加入到了自己的睡前 SOP 里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今天的知识点吧。今天我们主要学了2点内容。一、SOP 为什么有助于高效的培养习惯？ SOP 通过将习惯执行的具体步骤标准化，使得我们可以更加高效的执行好习惯。2、创建 SOP 的步骤以及如何在滴答清单上进行创建 SOP。关于创建 SOP 的任何问题，如果有哪里我没有讲清楚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也会及时的回复大家。如果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帮忙点个赞来鼓励我，我后面也会更加努力的提供更多关于提高生活效率的小知识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滴答清单的话，可以看下我这个视频哦，它是关于如何一键创建滴答清单任务的。